无论在什么年龄，失去父母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但如果这种经历发生在人生的早期阶段，它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切安全感、身份认同以及探索世界的方式。如果有小伙伴经历过这样的失去，可能深知那种背负着别人无法理解的沉重感长大的感觉。也许会感觉和同龄人不一样，就比如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谈论他们的父母，而对你来说，这会一直是个复杂的话题。也许会一直在与难以控制的情绪做斗争，比如悲伤、愤怒，甚至内疚。如果有小伙伴对此有共鸣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并不孤单。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，是一种任何孩子或青少年都不应该经历的事情。但如果有小伙伴经历过，重要的是要了解他对自己的影响，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治愈。成长太快的感觉。当父母在自己年幼的时候过早去世，感觉就好像童年在一夜之间结束了。突然间，你被期望承担超出自己年龄的责任，或者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比同龄人更强大、更独立、更成熟。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，当一个孩子过早地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，心理学家称之为父母化。如果觉得自己必须成为强者，或者很难让自己依赖别人，这可能就是原因。但事实上，你还只是个孩子，你的工作从来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起。即使是现在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让自己被照顾也是可以的，并不需要独自消受这一切。萦绕在自己心头的未尽的哀伤。悲伤不是一种会消失的情感，它会在一个人的内心中不断演变。当一个人在年幼时失去父母，不仅仅会一次性的为他们的离去而悲伤，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新的方式继续哀悼他们，在本应该有他们一起度过的重要时刻，再想知道如果他们还在身边，生活中的每一天会是什么样子。心理学博士玛丽·弗朗西斯·奥康纳解释说，悲伤是一个人无法克服的，随着成长要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它。所以如果有小伙伴曾经想过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后我还在纠结于此，要知道这很正常。治愈并不意味着遗忘，它意味着学会过着爱与失去同时并存的生活。感觉与他人疏离。有没有小伙伴觉得没有人真正理解自己所经历的一切？年轻时失去父母会产生一种孤立感，当自己的朋友谈论家庭度假或抱怨他们的父母太霸道时，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，不是不在意，只是他们的烦恼和自己的太不一样了。这种孤独感对于经历过童年损失的人来说是常见的。研究表明，早期失去父母会导致对被遗弃的深深的恐惧，以及在以后的生活中难以建立亲密关系。但是治愈来自于联系，找到一个社区，无论是通过悲伤支持小组治疗，甚至是线上空间，都可以提醒自己并不孤单，那里会有一些局外人真的懂你。如果会怎样的情感负担？内疚、愤怒、后悔，这些情绪会伴随童年悲伤很长时间。也许有的小伙伴想知道自己本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，也许会因为向前看而感到内疚，或者对这个世界过早地夺走他们而感到愤怒。无论是什么感觉，都是合理的。按照悲伤治疗师梅根·迪瓦恩的说法，悲伤不仅仅是难过，它还包括失去亲人后伴随而来的所有情绪，包括愤怒和内疚。感受到这些是可以的。压抑悲伤会导致抑郁和焦虑，而通过治疗、写日记，甚至创造性的方式来表达悲伤，可以帮助一个人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情绪处理。学会让他们的记忆永存。幼年时失去父母最困难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如何将他们的记忆带入自己的未来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与他们疏离，尤其是当父母在他们还很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但让他们的记忆永存，并不意味着活在过去，而是意味着找到在当下纪念他们的方式，就是说，要在目前找到尊重他们的方式。这可以是重游对他们有意义的地方，给他们写信，即使不能给他们寄出，聊聊关于他们与家人或亲密的朋友的那些事，创作一些东西来纪念他们，一幅画、一首歌、一个故事，让他们的记忆鲜活起来，并不是要抓住痛苦不放。这是关于坚持、爱、
那么大家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呢？如果有小伙伴在少年幼时就失去了父母，治愈就是一段终生的旅程，悲伤是正常的，挣扎也是正常的，需要支持还是正常的。如果这些话触动到了一些小伙伴，我鼓励你向朋友、治疗师或悲伤支持小组寻求帮助。在我们的频道里，我们希望创造一个让人们感到被倾听和被理解的空间。如果有小伙伴有兴趣帮助自己所在地区的支持社区，可以给我们发邮件，因为没有人应该独自承受悲伤。大家经历过至亲离世吗？如果觉得舒服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，让我们为那些需要的人创造一个支持和理解的空间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看到更多关于心理健康、治愈和复原力方面的内容。可能还会发现如何应对悲伤和成长过快的心理影响，这些也会有所帮助。照顾好自己，记住，你并不孤单。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，感谢收看。